我长这么大，还没玩过公主呢。是公主要你的命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只要你放了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放过我！我要回京，人先绝后我。17年前，你被人调包，流落到贫民窟与野狗抢食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那冒名顶替之人已被褫夺封号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能再回。阮云纱，其纱在日光下流光四溢，宛若彩云。臣以此纱贺殿下双十生辰，殿下可喜？琳琅送的，本宫自是欢喜。原来阿紫喜欢这玩意儿，怪不得我刚才送簪子的时候，不见你像眼下这般欢喜。你送的，我也喜欢。那我为皇姐簪上，可好？果然，很衬你。臣忽然想起，还有一事尚未处理，望殿下允了臣暂且离开。你这没良心的妮子，再忙着瞧贺礼啊，可就误了时辰了。快，再晚，愿望就不灵了。一愿父皇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；二愿母后，颜如春海棠，方年永驻；三愿太子阿弟，父皇救我！父皇，阿弟救我！你们。琳琅，快走！他们都疯了，他们要杀我！你们都是一伙的呀！3年不见，你还是很蠢。你是那个被逐出京的女子。3年前，国师预言我双十而亡，改命之法便是寻找那命格相同的女子，与我换命。为了改命，父皇母后须得视那女子为亲女，事事关心，无微不至，以来蒙混上苍。待到那女子双十生辰之时，再把她杀死，以命换命。
从头到尾都是算计好的，畜生！我可是受国师预言，可有国运顺遂的福星，当然要牺牲你，保全我。若不是为了躲劫，保住我朝兴衰，你以为我愿意去那下贱之地受苦？我的封号，我的郎君，我的亲人，统统被你霸占了3年。区区贱人，若不是能给本宫当替死鬼，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锦衣玉食，什么叫做堆金积玉。找人扔去乱葬岗。拉我上高台，推我水泉泥。落将！驸马出身寒门，如今一朝登科迎娶公主，也算是礼仪跃龙门了。听说他与明珠公主早在国子监时便定了情，这真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我愿他们高枕无忧，永享太平，而我国与其风，诸臣玉碎。夫妻对拜。我愿他们心灰燕尔，耳鬓厮磨，而我众叛亲离，苦苦伶仃。琳琅，从今往后，再也无人挡在我们中间了。泽川此生只钟情于殿下一人。召婢子入府，八字虚合。若是这样，出身高贵，就应当凌驾于万人之上吗？等我一己私欲，将天下人当作蝼蚁戏弄。明珠，你既要和我以命换命，那你也该来做这蝼蚁！我要你与我一同堕入地狱，万劫不复。才了结替命之事，那国师又说要寻生辰八字一样的放进府里养着，以求平安，真是麻烦。那是太子吗？他怎会这般讨好公主殿下？殿下乃皇后所出，自幼便被皇上带在身侧，亲家居养，生恩不断。而太子生母是个封妃，若非皇上只有他一个儿子，这储君之位想来也轮不到他。两相对比，他当然得讨好殿下。皇姐莫气，莫气。殿下，今年入府上的婢子皆在这儿了。子安，你为本宫挑吧。本宫想要一个与那女子相像的，进屋里伺候。那女子就是那个为本宫去死的。听父皇说，你与她极为亲近，想来是比本宫更记得清她的容貌。好，孤挑选了一个，定让皇姐称心如意。
果然很衬你。我选他。你为何遮面？回禀殿下，奴婢生的丑陋，恐误了殿下眼睛，便特意寻了面纱以来遮丑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此女子的力气颇大，奴婢便想着领她入府，做个到夜香的下人。摘了。子安，那女子在你眼中生得如此恐怖啊！姑只是觉得她的眼睛很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名唤萍萍。模样生得丑陋不堪，放进屋里伺候驸马，本宫倒也安心。若是以后犯错，可就……奴婢不敢。你一来便被挑进屋里侍奉驸马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我初来乍到，不懂府里规矩，还请姐姐提点一二。你只需记得，公主是见你长得丑陋，才安排你伺候驸马。老实些，别动些不该有的心思。夜深路重，姐姐早些休息。薰衣这种琐事由我代劳便好。算你懂事。香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林泽川，且让我送你一程。驸马每日午时都会在书房习字，你且记着。所以午时需要备茶。还有殿下近来爱在夜里听曲。做什么呢？刚入府时，我便觉得月梨花甚美，很衬姐姐。果然，姐姐簪上之后，面容比方才更动人了。你呀，下回须得将心思放在正事上，莫要再走神了。姐姐教训的是。奴婢参见驸马。为何这般燥热？越来越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驸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名唤小春，是殿下的贴身侍女。驸马，若是殿下知晓了，恐怕……不用吧，从这出去，我自会让他将你抬为妾。他若不愿，我便带着你离开。蠢货！
练了。一句话，解释不清，明日我便纳新驸马。殿下明察，是这个贱婢故意勾引臣。殿下，奴婢没有，奴婢真的没有，是驸马强迫奴婢，还是要纳奴婢为妾？住口！方才进书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头脑昏沉的厉害，一定是你对我下了什么手脚。够了，本宫没空陪你们耗下去。殿下，他头上所戴的月梨花的花香，与麝月相交，有催情的功效。臣的衣袖上正是麝月的气息，是这贱婢故意设计臣。如此下作手段，驸马是如何变出的？殿下可忘了，臣的生母是月姬，陈少是生在烟花柳巷之中，自然对这麝月十分熟悉。本宫当然记得。该你了。本宫记得薰衣之事，向来都是由你负责。殿下，是嫔陷害奴婢与驸马，昨夜也是嫔主动带奴婢薰衣，这花也是嫔为奴婢栽上的。嫔，一个给本宫通风报信的人，如今倒有了主谋之嫌。回禀殿下，奴婢要是真有这心思，说难听点儿，为何不用在自己身上搏一搏前程呢？你不瞒我，想夺走我贴身侍女的位置。一个为奴为婢，一个翻身做主。殿下觉得哪一个更值得搏一搏呢？若此事真是你做的手脚，那你就是个背叛主子的贱婢；不是，那你也是个中计的蠢货。这两类人本宫都不喜，本宫喜欢忠心的，更喜欢聪明的人。他的位置，你来做。谢殿下。李明珠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不愧是一曲动京城的头牌。赏。还有殿下，近来爱在夜里听曲。原来是这个曲。青奴先行告退。想什么呢？你既做了本宫的贴身婢女，便应该知道哪些该向驸马说，哪些不该向他说。奴婢所想，并非与驸马有关。那是什么？富庶商户尚能娶一妻二妾，而您身为嫡长公主，却只能一生守着驸马一人，多不公平！你可知你的话有多大逆不道？奴婢出身卑贱，见多了周围人为吃食厮杀，他们不分男女之别，只分彼此强弱。继续。天下的男人都和南陵没什么区别，只要长公主可以足够强大，他们就会对您折腰视权贵，对您俯首称臣，不敢妄言半句。你心细，胆子倒挺大，与本宫很是投缘。
公子请留步。何事？殿下和驸马其实已经不和已久，奴婢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公子。你为何要帮我？今日奴婢祝公子如愿，明日公子就会替奴婢美言。我不仅在帮你，也在帮我自己。李明珠宠幸你之日，便是他们夫妻反目成仇之时。殿下一血无衣，二喜秋未来，三喜。青奴，你今日用的什么香？小奴用的正是苏合香。怪不得令人闻之欲醉。别，殿下，驸马他还在呢。他今日留在御史台办差，不会来打搅我们。去吧，我的一切皆寄托在你身上。奴才参见驸马。何事？方才有只鸽子被护卫射杀，那鸽子脚上拴着的纸条上有公主府的印章，小的不敢怠慢，便想着送来。争夺李男李女，今夜府上厮混，好你个李明珠，先前百般疑心我，原来是你自个儿在偷情。大人，可是殿下有什么要紧事？哼，备马，我要回府。方才不见你人，去哪儿了？奴婢见香燃尽了，就去续了一支。做也做了，如今只饮酒，着实无趣。殿下，不如我们玩点有趣的游戏。什么有趣的？抓人。从宫中乘车回府，正好是一炷香的时间。待这炷香燃尽，便是林泽川撞破奸情时。小奴在这儿呢，殿下怎么连这都抓不住？得意什么？等本宫抓到你，定让你好瞧。小奴等着殿下呢。还逃吗？本宫这不就抓住你了吗？殿下可真是冤枉小奴了，家人在怀，小奴怎敢推开？言之有理。成了。林冷，殿下，他要杀我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林泽川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公。殿下，近来天寒，饶是玩乐，也得注意身子才是。你倒是贴心，林冷，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臣计较这些做什么？不过是府里多了位
能讨殿下欢心的弟弟罢了。驸马都认你做弟弟了，你还要躲在本宫身后吗？谢驸马。既然来了公主府，日后便与我一同好生侍奉殿下。你这度量，待在御史台做四品官，真是屈才了。鸿胪寺卿告老还乡，职位空了出来。明日本宫便进宫面圣，为你谋得这差事。谢殿下抬。只要能出人头地，这脸面我可以自己捏碎，踩进泥里。林泽川，你以为奴颜卑西就能换来平步青云？别急，你的未来只会比现在还凄惨千倍万倍。听闻殿下已为公子赎身，以门客身份久居府上，奴婢恭贺公子。你的功劳我没有忘。谢公子。殿下最近可有什么打算？殿下最近准备找更多男人入府，只要是模样俊俏的，通通。3日后，殿下会邀请太子殿下前来府上设宴作乐。好，非常好。公子是想做什么吗？府上可有什么僻静之处？书房地处偏僻，是个练琴的好地方。哼。府上人皆知，每日午时我都会在书房习字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我既是殿下的门客，自是能随意出入殿下的书房。门客？当然，我如今是殿下请来的贵客。倒是你，平白无故的冲我发火，是不尊殿下吗？一个唱曲卖笑的，算哪门子的贵客？那又如何？3日之后就是殿下的宴阵，我就是要在这个书房练琴。你，秦公子，殿下正传您过去呢。哼。区一个南陵，就敢在我跟前耀武扬威，动不了李明珠，难道还动不了你吗？皇姐说，她专程派了最信得过的婢子来接姑入府，没想到是你。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还得多谢太子提携，请随奴婢来。咦，驸马怎么会在那？怎么？殿下不必放在心上。可能是奴婢看错了，
毕竟驸马方才说他身子不舒服，要在马车上小眠一会儿。诗臣至盏，呼天酒，月落犹嫌燕未阑。皇姐好雅兴。就凭你这张嘴，有乐子，本宫自然不会忘记叫上你。来，今日我们姐弟二人不醉不归。皇姐新招揽的门客有点意思。快救人！回禀公主殿下，青奴已经没气了。好端端的，怎还出了人命？真晦气！是被人下毒杀死的。什么？这情，姑好像在驸马那见过。太子殿下慎言慎行。方才大夫说，这情上被抹了剧毒。驸马方才也并未与我们同席。王姐，这叫林泽川赶紧滚到本宫面前来！殿下，方才青奴身亡经过之事，臣已知晓。太子殿下怕是瞧错了人。事发之时，臣在房中小歇，醒后也一直待在书房。可有人作证？无人可证。琳琅，此前的桩桩件件皆指认你为真凶，你叫本宫如何信你？殿下，青奴乃是府上贵客，臣与他无冤无仇，何故要害他？前几日你与青奴在书房的争执，青奴早就告知给本宫。殿下，难道在你心中，臣是那种会因为一时的口舌之争，不惜以身涉险，去谋害别人吗？万一是积怨已久，万一你对本宫是阳奉阴违。殿下，若无实证，众目睽睽下你杀臣，乃是暴行，还望殿下三思。林泽川，我要你死！散席。太子殿下，今日突发命案，招待不周，还请太子殿下见谅。太子，殿下你松手！殿下你要做什么？本宫帮你做完了局，你该回报本宫什么？殿下所言，奴婢不知。琴弦是你的手笔。殿下，方才是您亲口所言，瞧见了驸马对青奴的情动手脚。他的情模样寻常，你为了制造假象，骗姑给你做伪证，背个一模一样的并不难。况且，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背影，是你一直主动引导姑，让姑认为那道背影是驸马。阿吉，我有东西掉在那儿了，但是眼下我要赶去接太子，你帮我去找找吧。你存心做局，
想来，驸马缺席，也是你的手笔。我猜，书房真挚，也是你为了坐实驸马嫌疑而拱的火啊！殿下说的好吓人，奴婢如此蠢笨，怎能想到这些？而且，奴婢为何要害驸马呢？因为你是扶贫。是那个从贫民窟中被挑出来的替死鬼。阿紫，我要的回报很简单，跟我回东宫。不去。你的把柄在我手上，李明珠要是知道你回来了，一定将你剁成肉泥。你的唬人功夫很差劲。你哪来的胆量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因为你每次看向我的目光都很恶心。你就是我阿弟。阿紫，你不是要陪父皇母后守岁吗？我偷溜出来的。漫漫长夜，深宫孤寂，我这个做姐姐的怎舍得留你一人被其搓磨？说好了，岁岁年年常相伴。岁岁年年常相伴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当下。你撒谎！之前我有想过，但生辰宴上你对我的求救无动于衷，我就断掉了这个念头。但方才你松了手，又帮我重新坐实了猜测。你恨我吗？好阿弟，风水轮流转，如今是你的把柄在我手上，你没资格问我，只能乖乖听话。阿紫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的戏还没唱完呢。拿出你白日里冲本宫耀武扬威的劲头，跪住了！臣是怕殿下怒气上头，冲动下酿成大祸，引来非议。是，你有官职傍身，我的确不敢贸然杀你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本宫可以撤了你的官职，更能将你关在府内，折磨你。青奴的死与臣无关，殿下若是不信臣，臣大可立誓。林泽川，你拿什么立誓啊？你浑身上下哪件东西不是本宫赏的？就算是用亲人，本宫记得你那个娼妓娘早就死了呀。
娘啊，你现在的眼睛真好看，对本宫恨之入骨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殿下又要玩什么把戏？是奴婢自个儿的意思。殿下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要是知道你为我遮雨，定饶不了你。那驸马带奴婢逃走吧。在奴婢眼中，纵观整个府上，唯有您能与殿下抗衡。殿下曾说，见此令牌如见他本尊，奴婢愿受驸马居士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我搏一把，此生无忘。好，我带你走。王阁老，怎么是你？殿下呢？他又是谁？奴婢是殿下的贴身侍女。王阁老莫怪，我有大事与您商议，才使用公主令牌召您至此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臣想与您联名上书，检举明珠公主荒淫无道，草菅人命。驸马休要胡言，殿下乃陛下亲自教导，乃我朝贵女典范。在府内，殿下若是心情不顺，便会虐杀下人；心情若是好了，就会以文科之名邀南陵入府，寻欢作乐。若是继续放任他下去，恐怕会有损皇室名节啊！果真？王阁老，若臣一人上书，恐怕会很快被殿下阻止。您身居高位，性情刚正不阿，乃是陛下钦点的忠臣。您若与臣一起上书，陛下肯定会出面制止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有实证？有，您若答应，这几日我便送来。好。为了皇家颜面，此事我应下了。多谢。哼，天助我也！林泽川又把我的令牌拿去哪儿了？驸马这几日忙着会见王阁老。那王阁老当真是江南贪腐案的幕后主使？奴婢在太子车上瞧得真真切切，做不了假。你给本宫出的主意的确不错。引林泽川到绝境，他求助王阁老，届时我再检举他们二人与贪腐案有牵扯，不但能除掉他，还能从太子手中抢走治理贪腐之功，赢得父皇青睐。本宫很期待那日。哼。林泽川他们马上要出来了。殿下，探子来报，王阁老就在里面。我们现在要不要把他捉拿归案？不必，证据尚未搜集充足，今日暂且探明他为何出没在此就够了。若是被他知晓，林泽川也牵扯其中，怕是会生变数，得拖住他。
太子殿下，巧遇。戏台子到这儿了。殿下莫笑话奴婢，奴婢来此是为了给公主殿下买茶的。是吗？姑可记得皇姐不爱喝茶？奴婢也记得公主殿下说过，您也不爱喝茶。阿紫不愿说，那可得藏好了，免得又被我抓住把柄。到时候我不会放你走的。难得见你这么慌乱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殿下，计划有变，太子已经发现了茶馆，我们要抢占先机。带上备好的东西，进宫。殿下，打听清楚了，王阁老多次在这里会见驸马。他驸马，公主府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公主方才进宫了。阿紫，你果然恨我。传令下去，速速抓捕王阁老，随姑进宫。您不是说证据不足，不能打草惊蛇吗？姑有的是办法，叫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证词吐出来。什么情况？是马车陷到泥地里出不来了。怎么办？这离宫门还远着呢。殿下，别杀我，我招，我都招，我招！捆起来，进宫。是。殿下莫慌，您把信物交给奴婢，奴婢跑着去还来得及。儿臣要检举王阁老乃江南贪腐案主谋，求父皇明鉴。太子殿下，随老奴进殿面圣吧。本宫一心想着将贪腐案的主谋告诉给父皇，尚未来得及派人前去捉拿王阁老，子安此举甚得本宫心意。孤竟不知，皇姐也在私下调查江南贪腐案。本宫既受天下人的供养，当然要关心天下人的安危。你成婚之后，的确懂事了不少。这些都是儿臣分内之事。此人罪大恶极，犯下大罪，立刻押入死牢，3日后问斩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！孤很好奇，皇姐是从何得知王阁老就是江南贪腐案的主谋？是驸马。是驸马撞见王阁老收受贿赂。儿臣近来发现驸马时常出府会客，儿臣追问客人身份，他却遮遮掩掩。
儿臣顿时起了疑心，派下人留心他的去向。奴婢发现驸马和王阁老二人间商谈职务之便，大肆敛财。禀告殿下之后，殿下更是在书房发现了大量的书信，其中包含江南贪腐案。原来这才是你要唱的好戏。是儿臣无能，未能阻止驸马误入歧途，还请父皇降罪。他行恶事，你并未包庇，反而大义灭亲，朕怎能怪罪于你？父皇，我贪腐案你立下大功，你既有心为朕分忧国事，日后便与太子一同摄政。谢父皇。放我出去！我是被冤枉的，放我出去！是你，就是你这个贱人，就是你串联李明珠陷害我！软骨散味苦，混在馊饭里，你吃不出来。你别以为给那个李明珠当狗，就能舒舒服服的享富贵。我告诉你，他性情暴戾，喜怒无常，迟早也会杀了你。荣华富贵，我从未想过，我只想要你死。为什么？你我本身无怨无仇。琳琅，你再好好想想。琳琅，快走，他们都疯了！是你，你回来了。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，都是你做的。我本不着急取你性命，但你让我害怕了。一个人为了权势，连尊严都可以不要，这让我感觉到不安、害怕，以及想杀你。你不能杀我，不能杀我！亲手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这是李明珠最后赏你的。贪腐罪已成定局，是自缢还是一刀一刀割肉的凌迟之刑，你比我明白。明珠驸马涉及贪腐，枉为人臣，今自枪于狱中，咎由自取。帝后怜明珠公主凤泽非无，宫外寡居孤苦，特召其回宫亲此。林泽川死前说了什么？说了一些辱骂殿下的话，搞得令人头疼。我的人当然要死在我的手上。他还妄图检举本宫，也不动脑子想想，以本宫的恩宠，就算派你去狱中杀了他，父皇母后也不会怪罪。殿下真的要从政？你之前的话点醒了本宫。天下男子同南陵没什么两样，
只要本宫成为天下最尊贵之人，便无人再敢挡在本宫前头对本宫指手画脚。殿下鸿鹄之志，奴婢实在佩服。可现在朝中已有储君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当年父皇被群臣逼着立储，这才让李子安当上了太子。说白了，他只是个缓兵之计。殿下息怒，本宫虽为女子，但自幼受父皇宠爱，生母亦是当朝皇后，其母族在朝中占据半壁江山。昔日是本宫不同他这个疯子生的真皇位，眼下可就不同了。只要本宫再立下大功，皇太女之位唾手可得。唾手可得吗？戏场完了，想要回东宫了，还是你的复仇大计轮到我了。你的难处我明白，我从未恨过你。阿紫，你又在说假话。但是我喝醉了，什么鬼话都会信。李明珠想当皇太女，而我不想让她做。阿弟应该也不想吧？陈毅呢？一支舞，一杯酒，可不够。3年前初见时，我赠给他的，他还一直随身带着。与我合谋，你想要的都会给你。我想要的，李明珠视你为心腹，绝不可能放你走。我有办法让他心甘情愿地将我推向你，你只需脏的什么玩意儿？萍萍呢？去哪儿了？奴婢不慎睡过了头，还请殿下恕罪。再敢懈怠，本宫就砍了你的脑袋！你的脖子怎么回事？昨天夜里蚊虫多，奴婢被叮咬了几下。胡说，这分明就是……昨儿本宫起夜里未见你人，你去哪儿了？奴婢说。奴婢昨天夜里在公道上偶遇了太子，他喝醉了，识人不清，就把奴婢给……事后他酒醒，嫌奴婢貌似无颜，又把奴婢赶走了。李子安怕是在报复本宫抢他功劳不成，竟敢对你下手。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哼，本宫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还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何事？子安时常在宫内饮酒作乐，往日儿臣只当作是他性情不羁罢了，
没想到昨日他竟趁着醉意，强占了儿臣贴身婢子的身子。什么？他竟干出如此混账之事！暂且不提他此举，是将儿臣的脸面踩在脚下。儿臣的贴身婢子可是好人家出生的姑娘，如今失了清白，还被辱骂无颜女，此事传得满宫皆知，子安却无动于衷。子安身为储君，德行有亏，恐难以服众，还望父皇三思。岂有此理！禀陛下公主，太子殿下在殿外求见，说有要事相商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不够羞辱本宫吗？珠儿莫恼，等他来了，朕先让他向你赔礼道歉。父皇，逆子！朕将你立为储君，不是让你仗势欺人的，还不赶快向你姐姐道歉！昨夜之事的确是我行事不对，还请皇姐体谅。毁了一个女子一生，你便只说体谅二字。子安，往后你若是在政事上出了差错，满朝文武问责于你，你也会只说体谅二字吗？并非如此，我这是找到了别的法子，才来找父皇与皇姐。什么法子？给婢子名分，将其纳为良婢，入东宫。寻常婢子，顶多封个宝林之位，他竟愿破格纳为良婢。我原想着用此事大做文章，毁了李子安的声望，没想到他为了挽回自个儿名声，竟不惜做到此等地步。明珠，你意下如何？若我同意放走嫔嫔，往后便无人为我出谋划策；若我不同意，我先前的护婢心切，岂不成了笑话？奴婢愿意。殿下，往事不可改，奴婢也不愿看到二位殿下因为我生出嫌隙。太子的法子正好顾全二位的体面，还能让自己也有个好的归宿。本宫在为你讨公道，你在那儿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入中宫，坐安定，徐徐图纸。罢了，本宫之所作所为也是为了你好。既然你愿意的话，本宫自是不会多说什么。尽快将此事办妥，免得流言愈演愈烈，外人真当是你们姐弟戏强。是。阿紫好计谋，竟把一场两厢情愿的婚事，变成了你我都是迫不得已。只有这样做，李明珠才会对我入东宫不起疑心。今夜过后，你的身心皆属于我，你就不怕我翻脸，毁了你的谋划？我不在乎。回京之后，我以命相搏，孤独一掷，随时都有可能没命。我非但不在乎未来，我只在乎当下，因为我清楚，眼下你需要我。
两个被摁着脑袋成亲的人，可不能这么安静。我娶你过门实在是无奈之举，你还想伺候我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殿下，奴婢没有。能与孤一夜欢好，是你此生大幸，你竟还不知足，向皇姐告状。奴婢以为您是真心想娶奴婢。孤劝你动脑子好好想想，顶着你这样一张脸，谁会与你真心相待？我原以为你是天边的皎月，不敢染指半分，可你回来了，机关算尽，心思歹毒，和我是同一类人，堪称良配。他虚情假意，死缠烂打，可以利用。殿下，你怎来了？如今大张旗鼓，小心被李子安察觉，坏了计划。太子今夜出宫，不会回来，殿下可以放心。这半个月，李子安待你的态度如何？正如殿下所料，新婚夜，他便暴露了本性，十分嫌弃奴婢，对奴婢施虐成性。与我派人打探的消息无异，看来他没有动叛变的心思。施虐也就算了，他还让奴婢穿上公主遗制的衣裳，假扮成你，被他羞辱。什么？恶心！果然跟他娘一样是个疯的。亏本宫往日与他交好，还请殿下早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，奴婢害怕再被打下去，怕也要丢了性命。殿下，这是南安王生前所著的兵书。南安王，就是我那个在封地起兵造反，最终落败的叔父。他与父皇为孪生子，却因皇位同室操戈。此后父皇恨极了他，下令抹去他的一切。此物出现在东宫，便可称太子有逆反之心。去吧，待本宫坐上龙椅，便封你为普天之下第一个女宰相。奴婢一定遵守殿下教诲。鱼上钩了。就这么伤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带我去收安殿，反将一军。原来你想帮我。反将一军和让他们来东宫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二者结果无二。我还能帮我的同盟做个顺水人情，有何不可？倒是我不领情了，阿紫莫怪。给我搜！这里明珠倒是心急，来的比我预想中要快。
殿下，您这是何意？携兵闯入东宫，您这是要谋反呢？谋反？东宫的存在才是谋反。本宫收到密信，太子李子安私藏反贼南阳王兵书，欲图对陛下不轨，给我搜！是，走。子安，你现在认罪还来得及。孤何罪之有？倒是你，跟抄家似的四处折腾，明日御史台上必将堆满弹劾你的折子。那你也得有明日，才能亲眼瞧见。报！殿下，东宫内搜出的书籍皆在此。不对，其他的呢？都给我好好找！其他的呢？都给我好好找！是。你们真要纵着公主胡闹不成？遮遮掩掩，是真藏了吧？若今日翻不出罪证，本宫自会向父皇禀明。今日以后再不摄政。回禀公主殿下，东宫已无半本书籍。混账！这怎么可能？贱婢，你竟敢背信弃主！先是查抄孤的住处，后是斩杀孤的姬妾。皇姐，你觉得以你的恩宠，足以抵消掉这些罪行吗？你无故查抄东宫，惹得群臣震怒。朕早朝稍为你辩驳几句，就被骂作昏君，你可知道？父皇，儿臣也是被奸人所害。贪腐案上你聪明过人，怎么连一封没有姓名的密信都信啊？你行事太过，唯有收回你的摄政之权，才能保你性命呢。父皇，不可啊！父皇，你一向疼爱儿臣，怎能依那群老淫妇？若无臣子，朕这个皇位有什么用呢？连这般浅显的道理都不懂，一味撒泼打滚，朕真是将你宠坏了。今儿你就在金銮殿上跪上一夜，好好反省。萍萍，李子安，我是要把你们两个生吞活剥，挫骨扬灰。儿臣祝父皇鸿福齐天，天下山河太平。陛下，珠儿已经知错了，您骂也骂了，罚也罚了，就饶他这次吧。罢了，朕想来拿他也没办法。谢父皇。真是怪了，他性情骄纵，可自与我们撕破脸皮后，一直没有动静。殿下，民间有一俗语，会咬人的狗不叫。我是祝寿。臣新炼一延年益寿丹，今作寿礼，献于陛下。国师预言我双十而亡，改命之法，便是寻找命格相同的女子与我换命。是。没想到吧，一句话能颠覆你命运之人，瞧上去这么普通。
追名逐利之辈，哪怕变身粗麻，也挡不住身上的铜锈。玄狼部上奏说，遣了小可汗来京中为朕祝寿。人呢？我来迟了，陛下莫怪，实在是东西太多，耽误了些时日。你带来如此多的礼物，朕怎会怪你呢？我身后不只是献给陛下的寿礼，还是给贵朝的聘礼。陛下，我想求娶一位公主作为正妃，与贵朝结联姻盟约。我愿对着长生天发誓，公主只要踏进我金帐，便可做草原上永远的女主人。并非是朕不愿与你们结秦晋之好，只是朕膝下就一位公主，而且已做过人妇，朝廷上实在是没有适龄女子可联姻啊。陛下放心，公主做过人妇，于臣而言不打紧。什么？小可汗，这便是陛下独女明珠公主。公主有所不知，在我们部里，女子死了丈夫，无需守寡，嫁给其兄弟就好。若无兄弟，则其旁人便是；若是带了孩子的寡妇，就更加青睐了。嫂嫂嫁给小叔子，简直有悖人伦！你们草原人真是不知羞耻！公主吃醉了酒，还不赶紧把她扶下去？今日是朕的寿辰，大家只要举杯庆祝便是了。其他的以后再说，请。联姻之事，我觉得是个好机会。没错。把李明珠赶去草原，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依着帝后对他的宠爱，光靠你我二人，怕是很难成事。阿紫放心，我自有法子。小可汗留步，陛下正在里面休息呢。就要阻我！明珠公主国色天香，我是真心想求娶她为正妃。陛下迟迟不愿赐婚，莫非是觉得我玄狼部配不上贵朝？并非如此，朕视明珠为珍宝，她的婚姻由她自个儿做主。她若不愿，朕亦不好强求啊。待我继承可汗之位，将来她便是我玄狼部的燕氏。这有什么可？国师求见。传。哼！陛下，这小可汗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要不是玄狼部近几年吞并了不少部落，兵力强盛，朕才懒得同他周旋。臣要禀明之事正与他有关，还请陛下下旨。命明珠公主赴玄狼部和亲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她是福星吗？要朕留在身边，现在她去草原，谁来望我朝国运呢？明珠公主的确是福星，但世间万物都讲究福祸相依，眼下正是祸至之时。国师此话何意啊？祸至必将影响我朝。明珠公主嫁去草原，疑惑玄狼部保全国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父皇怎会舍得把我嫁给那个蛮子？我要去找父皇问个清楚。父皇，臣不要去和亲，还请您收回圣旨。明珠啊，嫁人生子是女子的宿命，岂是说不愿意就不愿意了？儿臣不要嫁人，儿臣只想要待在您身边，精心辅佐您一辈子。辅佐我？儿臣自幼在您跟前长大，
受您悉心教导，太子能做到的事情，儿臣也能做到。哎，国师说的果然没错，祸至我朝，祸至我朝啊！父皇，您说什么？你身为一个女子，却想继承皇位，遍及私臣，不。若您之前从未想过让儿臣做皇太女，那您先前为何允许儿臣摄政？那不过是让你做些小打小闹的政绩，显得朕教女有方。继承皇位，你休想！我不管，凭什么我不能做？李子安除了命好，投了个男胎，跑到哪一处比得过我？够了！朕没时间听你胡闹，要怪就怪你母后把你生成个女子。哼！母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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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爹爹好狠的心，下旨要把我放到草原上，永世不能回来见你。陛下竟真的答应了。不要怕，娘这就去劝陛下，让他收回成命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他不会改变想法的。为何？是国师说，要把我嫁到草原上，就能为国挡灾。国师说什么，他便信什么。娘，今日以逼婚为由送走我，我恐怕他次日就选个由头，随意将你给杀了。陛下虽信极了国师，但是也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。我不想离京，我不想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。娘，你疯了！居然想着要弑父，谋朝篡位！古往今来，篡位者多如流沙，我为何不能做？珠儿，珠儿，娘知道你是一时睡昏了头，所以一时说了混话。我没有。珠儿，您不帮我，那我就去死。与其在草原受折磨，我还不如死在你这里。珠儿，珠儿，娘娘用力呀！用力呀！你已经生了一夜了，再不用力，怕是要胎死腹中了呀！快用力呀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是个公主。公主也好，公主也好。陛下还在殿外候着，快去跟陛下说一声，快去！启禀娘娘，陛下去金銮殿处理政事了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会助你。你所谓的办法，原来是一掷千金，叫那国师装神弄鬼。难得见你错一回，我一个不受宠的太子，哪有千金可掷？那你是怎么收买他的？赢了这局，我便告诉你，李明珠并未抗旨，只是要求在宫内办一场婚宴。有古怪。近来朝中可有什么动静？皇后兄长陈将军负责护送运粮，不料行至幽州就被山匪劫走，混战中还伤亡了不少人马。父皇大怒，将其降职处理。哪来的山匪这般凶悍，竟能杀不少官兵？此事不简单。但
我赢了，你该告诉我了。李子安，你无赖！是你太轻敌，误把我认成正人君子。儿臣先前所托非人，现有父皇为儿臣筹密家婿。往后你若受了委屈，及时派遣使臣告知朕，朕自会接你回京。儿臣谨记，还望父皇珍重。陛下无需担忧，能娶到明珠公主是我玄狼部之幸，捧着都来不及，又怎会怠慢？想不到玄狼部的使臣来得如此之快。回禀陛下，萧可汗迎娶正妃乃是大事，臣当然要日夜兼程，快马加鞭入京做见证。好，好。陛下，吉时将至，可莫要再耽搁下去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老贼拿命来！父皇，陛下，陛下，父皇，父皇。陛下，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陈公公，父皇伤势如何？御医们虽全力救治，但那一刀正中陛下要害，恐眼下朝中群龙无首，老奴还是请太子殿下坐镇才是。大可不必如此。殿下这是何意？父皇先前传本宫密旨，若朝中有异，便废黜太子，由本宫坐镇朝堂，主持大局。这，陛下从未向我们提起过呀。都说了是密旨，况且你在父皇跟前伺候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认不出这玉玺印子？这圣旨来的突兀，怕是有蹊跷。算了，保全自个儿性命才是。哎，许是老奴年纪大了，糊涂了。烦请公公今夜便告知全城，小可汗已在狱中承认谋杀一事是他的主谋，本宫和亲之时作废。是。明珠，你来看爹了，可莫要再去骑马了。跌下来，爹爹心疼。爹爹，你心疼的到底是我，还是那颗福星呢？你说什么？爹不明白。爹爹头好晕，明珠。父皇，你就安心睡吧，我定会将你的天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明珠，父皇，你要是真心疼我，就去死吧！母后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全天下头一个女帝。明珠，
为君者不应有眼泪。我已经不哭了。这把龙椅终于是我的了。你舅舅已带领兵马闯入东宫，那东宫大势已去，很好。臣妾救驾来迟，还望太子殿下恕罪。想必李子安现在正跪在你舅舅面前，求你舅舅放他一马吧。母后，你可知这天下只容得下一个皇帝，容不下第二个。那是自然。东宫已……明珠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助朕杀父夺位的人，又怎能确定不会再生出谋逆之心？明珠，我是你母亲啊，我怎么害你？母后放心，朕当然不会弑亲，只是从今往后，还请母后不要擅离寝宫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朕只是终于明白了，这天下只能有一个主人，那便是朕。朕才是这天下唯一的存在。陈将军已经伏诛，尔等叛党还不快束手就擒！怎么会？李子安怎么可能还会活着？你向我保证过，东宫会被彻底拿下。不可能！你舅舅怎么可能败给李子安？这一定是他们！够了！你们推我至此，现在又要放弃我！与其被他们活捉折磨致死，不如我们母女一同自裁，好歹为自己留个全尸。死？我凭什么死？明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你的生母啊！正因如此，你才是我最好的人质。李子安不会对你下手的，毕竟他可是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。明珠，母后，人各有命，而我并不该决于此。您就当最后疼我一次吧。李明珠，你借皇后母族势力，派遣细作混入使臣队列中刺杀皇上，后又假造圣旨废黜太子，弑父篡位。眼下你又挟持他，当真是机关算尽。你以为挟持他在身边，我就不敢动？我杀一个叛党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是吗？他纵为叛党，但也是你嫡母。你若朝他射箭，便是弑母。
怕你坐上帝位，也会有污名在身。你果然会背叛我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就算死，我也……贱人，我不会如你们的意。我从未忘记你刺入我腹部的那一赞，你给我的，我都还给你。是你，居然是你！你不得好死！叛党覆灭，先帝驾崩，还请太子即位，主持大局。请太子即位，主持大局。请太子即位，主持大局。陛下神神秘秘的，是要带我去哪儿？莫急，待会儿你就知晓了。陛下，这是你的新寝殿，你在平叛之事上立下大功，朕封你做皇后，想来那群臣子也不会多说什么。臣妾多谢，陛下抬爱。阿紫，西时时局复杂，我们都被仇恨权势裹挟其间，都有各自的不得已之处。如今事态平息，我是真心想待你好，想与你岁岁年年常相伴。你不愿，可岁岁年年常相伴这话，是你先亲口同我说的。我没忘。陛下，这是能让你恢复容颜的秘药，你所恨之人已经身负皇权，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。怎么，眼下你不急着恢复容颜，是因心中尚有怨恨未了吗？陛下说笑了，是药3分毒，臣妾只是怕，到时候万一发生变故罢了。陛下催促，莫非是嫌弃臣妾冒丑，有失国母风范了吗？并非如此，容貌哪怕再倾国倾城，100年之后也是一具红粉骷髅。还有，你我之间，以后不必再用尊称。是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我可不想以后你见我都谨小慎微。这些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男子娶妻，不就是为了让余生的大小事都有人照顾周全？那是他们，我只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，长长久久的陪着我。
你没忘。这群老货当真是倚老卖老，竟敢这般糊弄！明日上朝，朕要亲自砍了他的脑袋！陛下息怒，息怒什么？你要再说，朕连你一块砍！怎么了？发那么大的火？一群倚老卖老的蠢货罢了。你今日给我带了什么？正值酷暑，我便熬了绿豆汤，正好让你降降火。巧了，眼下和我昨夜做的梦一模一样。什么梦？梦里，你复完了仇，依旧留在宫里当小宫女，我也尚未认出你。说起来，如果我未曾与你合谋，你又会在何处？应该在某处乡野吧。为何？报完了仇，漂泊远方，隐姓埋名过一辈子。画本子里不都这么写吗？在我的梦里，你没有。梦里，你一路向上爬，成为了御前宫女，朝我奉上羹汤，我饮下，然后死了。陛下的意思是怀疑我在汤里下毒吗？阿紫，你怎会这般想？我只是……若是汤里有毒，臣妾即刻便会死在你面前，就不劳烦陛下怀疑臣妾了。我只是想待会再喝，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？陛下是天子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只要是你送的，哪怕是毒药，我也甘之如饴。陛下是看我喝完没事，所以才如此心甘情愿吧？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我只是想探一探你的心思。我的心思？按我现在的心思，可没心思陪你演恩爱帝后，恕不奉陪。阿紫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当初劝我留下的是你，如今疑心我的也是你，我可不是任你摆布的娃娃。差一点就被他看出来。李子安，毒不在汤里，而是在冰里。只要送入口中，冰里的毒便会融化开，渗入体内。陛下，可要奴才撤下去？不必。朕怎么忽然觉得昏沉？陛下，可要传太医诊治？不必了，估摸着是皮多了褶子，朕去歇一歇，此时再叫我。是。是时候了。我的脸好疼，我的脸好疼。与我合谋，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我想要的。那我们说好了，岁岁年年常相伴。岁岁年年常相伴。
宫门已经落锁，不许出宫。皇后命奴婢出宫办事，事态紧急，马车就候在外面。你这宫牌虽瞧着不像假的，但深夜出宫，你又为何遮挡着脸？是皇后娘娘说，奴婢若是露脸，恐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哼，麻烦？露个脸有什么麻烦？怕不是你在撒谎？这……同在宫中做事，还请守门大哥通融通融。去吧。陛下，已是子时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来人呐！快传太医，陛下龙体！吵什么？朕还没死。啊！梦灵验了，你还跪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起来，派人去寻皇后。老奴这就传您口谕到凤栖殿。蠢货！朕的意思是他给朕下毒，畏罪潜逃出宫了。大哥，还有多久能出京了？妹子莫慌，还有2里地，我们就出京城了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心神不宁。劳烦再快一点，出了京，多少银子都不成问题。好。怎么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阿紫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你没死。阴曹地府若无你作陪，我怎敢去？你是怎么察觉到的？对于你的事，我一向会谨慎许多。我不管那个闷是真是假，我都提前服下了可解天下万毒的清心丹。是我输了，要杀要剐，任你处置。阿紫，是，我们回家。他竟给我问了软骨散。醒了。我差点杀了你，你把我抓回来，当你的笼中雀。你的难处我明白，我不怪你。我就知道你恨极了生日宴上我的犹豫，恨我没有选择你。我会赐你华服美殿，让史书歌颂你的美貌与功德，令你与我一同青史留名。姐姐，2碗饭。疯子！怎么，现在不装可怜、讨好卖乖了？只要你开心，打我、骂我，我都愿受着。我不需要。你说的东西我都不稀罕，与其被你关在这儿，我还不如去死。你给我下毒，我
我们先前的恩怨算两清了，你为什么就不愿留下来？纵使我们恩怨已经两清，天下男人千千万，我为什么要赌在你这个犹豫之人身上？因为你与我是同一类人。是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所以我才觉得你很恶心。这不是阮公子，这是望尘丹。既然你介意过去的一切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。子安，你眉头紧蹙，是不是那群臭老头又为难你了？是我输了，要杀要剐是你处置。子安，知我者是你也。不好好待在奋起阁，跑来这做什么？你的生辰要到了，我在想送你一个礼物。我想要个皇子。哪有这么快啊？这个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这个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当然熟悉，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。我送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当然不记得了，你生了一场怪病，病好便失了忆。你最近可有记起什么？还是跟从前一样，脑子里迷迷糊糊的。无妨，记得以后便好。今夜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只能稍晚些去你殿中。萧雪，你在天之灵可瞧见了？子安这孩子已经为你报仇，登上帝位，别胆小。人死了才忏悔，惺惺作态。殿下，真是稀奇。从前你无视妻女之死，人死了都要盼着帝后，如今轮到我做皇帝了，你却避之不及。难道在国师心中，朕不配做这个皇帝？臣绝无此心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你当然没有，因为你懦弱无能，胆小如鼠，是个唯命是从的傀儡。陛下息怒。外公，喝了它，无论是为我，还是为了天家。国师刚才身亡了，我是身子素来硬朗，怎么会突然倒下？听说是陛下赐了毒酒，喝下毒酒片刻便没了声息。怎会？陛下母妃可是国师之女，按理说国师与陛下还是血亲，竟然是皇上驾到！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是在特意等着我吗？国师是不是死了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方才是不是去了四天楼？国师是不是你外公？谁同你说的？我自个儿听见的。你是不是真的弑亲了？你为何要杀他？因为他和皇后一样，皆害死了我的生母。当年皇后一心想诞下嫡长子，所以凡是宫中嫌她有孕的妃子，都会被她加害流产。这是宫中无嗣多年。神灵在上，愿保佑皇后娘娘能平安诞下龙嗣，母子平安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分娩当夜，皇帝竟会醉酒闯入四天楼。啊！陛下也是来为皇后娘娘祈福的吗？陛下放心，臣女已为皇后娘娘点灯。谁会为那个恶毒女人祈福啊？她做的事儿，朕心知肚明。要不是她母族势力庞大，朕怎会容忍她至今？陛下，看她受生子之苦，朕欣喜若狂，足足喝了3坛酒啊！哈哈哈哈！今日有美人入怀，真是痛快啊！放开臣女！你喝醉了，快把臣女放了！写好，醉了便可以随心所欲了。那一夜，皇后因诞下领明珠时气血亏空的厉害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而我母妃怀上了我。娘，外面都跟这里一样，到处都是假人吗？有真的，也有假的。等你再大些，娘就带你去楼外看看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祖宗不是说过了，百日要谨慎，别带孩子抛头露面吗？咱大了，日日把他关在女儿闺房里，着实可怜。哎呀，那也要有命可怜。皇后善妒，若是她知晓你怀有皇子，并且抚养至今，定会将你们母子逼上绝路。我何尝不知，所以日日只带他在楼内。难道你还护不住自己的外孙吗？哎，大胆小奴，你竟敢冲撞皇后娘娘！啊，你是真的？他的模样，怎与陛下有几分相似？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他乃4天楼新晋弟子，不懂规矩，还请娘娘恕罪。娘，罢了，本宫不同质子计较，你且带他下去吧。谢娘娘。走。给本宫查。是。事情败露，皇后却一反常态，将我们迎回后宫。走投无路下，我去求助国师，但他畏惧权势，终日蜷缩在楼内，逃避一切。外公，你救救娘亲吧，娘这回发作的更厉害了，还咳血。你再不出面救他，他真的要死了。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，救救我娘！别怪我，我尽力了。那个是皇家呀！外公，外公，我尽力了。直到我娘死，他都未曾出面过一回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处处讨好皇后与李明珠，哪怕换来的是嘲笑与侮辱，但我从未反抗，一直在宫中隐忍至今。放心，我没杀他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许是怕我折磨他，亦或是觉得我为我娘报了仇，他便没了牵挂。在我去4天楼之前，他就服下毒药。当他接过那杯毒酒，便已经毒发身亡了。还好不是你。这个好像是这模样，若是不一样的话，估摸着又被他消化糊涂。果然很衬你。愣在那里做什么呢？
你绣这个做什么？我记得你香囊磨损，所以想给你绣个新的。以后别再做。子安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公主府上的婢子。你做太子时，偶尔会来府上做客。阴差阳错下，我们相遇，在府内的树下，我们对彼此一见钟情，再见私奔。你从哪听来的故事？没头没脑的。民间话本子不都这么说吗？高高在上的权贵爱上卑贱侍女，二人力排众议，为爱私奔。若真爱极了他，就应想方设法的给他相等的地位，而不是同他过苦日子。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相识的？起初是我一厢情愿。陛下，派人去把公主府的树给砍了，还有每日送到皇后这儿的药，叫思天楼那帮人加大伎俩。皇后若是恢复了记忆，我便叫他们陪葬。是。你是我的娘娘。今日这药味怎么这么重？太医院调整了药方，娘娘放心，那药方陛下看过，并无大碍。来人呐！娘娘，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太医怎么说？可是身子出了毛病？是心药太烈了，不习惯，所以才会呕吐。都怪我，一心想着为你补身子，害你遭了此难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太医诊断出了别的。什么？我有身孕了。我真要做父亲了。平日里你总说我傻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模样，像个呆头鹅似的。这一刻，我盼了太久。我有身孕了，这药我不吃了，我怕身子不好。好，这药我们就不喝了。你说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什么样的人？是会乖乖听我们的话，还是会跟我们顶嘴？你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安心养胎便是。这孩子来之不易，我怕。听闻京外的弘福寺很灵验，我们去祈福好不好？不可。为何？你身份尊贵，贸然出宫，要是被人盯上，会遭遇不测。每次我提出宫，你都用这个由头糊弄我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一辈子锁在宫里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想把我锁住，长长久久一辈子锁在宫里，供你赏玩取乐。好，那我陪你去。陛下好意，臣妾心领了。你还在同我置气，当心气多了，对皇儿不好。陛下嘴里都是皇儿，有了皇儿就不要臣妾了。你同孩子争什么？是，臣妾就是与孩子争。毕竟臣妾苦求多日的出宫，要不是孩子，你还不答应呢。从前我是担忧你的安危，如今我已放你出宫，你同我还有什么朝代？
臣妾近来孕吐的厉害，担心跟陛下一辆马车，怕惊扰圣驾，还请陛下谅解。陛下莫恼，女子怀有身孕后，情绪起伏大些，在所难免。多派些人手，在皇后马车附近盯紧些。是。他为了将我囚在身边，竟不惜用药物治我失忆。要不是这香囊令我想起了一切，我当真要被他骗一辈子。李子安，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任你摆布。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什么事儿？老奴正领着队伍在山腰歇脚收着，谁知前方空地突发大火，工人们都乱作一团。若无人伤亡，将火扑灭了就行。是。慢着，皇后呢？皇后的车驾并无动静，许是娘娘正在小憩呢。孕妇嗜睡，实属正常。这么大动静，竟然没吵醒她，朕要亲自去看看。李子安怀有身孕为假，出宫祈福也为假，唯有从你身边逃走是真。陛下，周围都搜遍了，并无皇后娘娘踪迹，只寻到了这个。一帮子蠢货，有人故意纵火调虎离山都看不出来。是谁纵火？老奴愚钝，还请陛下明示。除了皇后还能是谁？这明明每日都在服药，皇后娘娘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逃走呢？朕管不了这么多，哪怕是将整个天下给翻过来，朕都要看见他。回禀陛下，京城附近都已经搜遍了，也未曾寻到半点皇后娘娘的踪迹。继续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可朝中对此事也起了些流言蜚语，说您因为那个女人大费周折，恐……给朕滚！是。我该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当年不是还说深宫孤寂，要陪我一世吗？那都是以前，后面你我都对彼此动过手，不是吗？我没想对你动手，深沉宴上，我是想救你的。看，你想复仇，为了你的生母，你蛰伏10年，受尽了他们的侵略跟嘲讽，而我们俩只认识3年，10年契入一前，我也会选择前者。我与你皆是为了达成心中志向，可以放弃一切之人。真的一切都过去了？那只是过去了，不是没发生。你经历万难得到的皇位，这是我最痛恨之物，夺取我性命之物。你我皆是自私自利之人，所以我明白你舍不得你的龙女，而我也不会为你向他低头，任由他将我变成承载贤良淑德、母仪天下的容器。我只是个无根浮萍，陪你做不了名垂千史的帝后。李子安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陛下，人已经找到了。罢了，传旨下去，皇后忽视。没爹娘养的贱气，能让老子卖到楼子里坐骑，你抢了天大的福，竟然还想走！心高气傲的，老子见多了，磨磨就好。我出10两银子买了。10两，这小两怎么着都得20两吧？
是抚嫔娘子。要是我有20两，就去黑市买你的人头。扶贫娘子，今天算你命大，遇上扶贫娘子大发善心，这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女富豪。谢娘子，从今往后，娘子就是我的大恩人。起来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自幼生在贫民窟，爹娘早亡，没有什么正经名字，旁人都叫我小草。你我倒是有缘，野草和浮萍都是漂泊无际的无根之物。娘子这般好看，定能早日寻得郎君，不再漂泊，说不定还能入当今圣上的眼呢。圣上的眼？我在大街上听他们说当今圣上要来此地寻访。不过许是那群侍卫喝醉瞎说的。圣上龙体尊贵，怎么会来此？刚刚你还差点被抓去青楼，眼下又满脑子的男子，真是个没心没肺的。娘子有所不知，像我们这样卑贱的人，只要度过险境，管他什么，先开心了再说。我知道，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。当真？那娘子可得教教我，要如何才能同你一样有钱？欲要有钱，便得断情绝爱。人生注定漂泊，有些人是注定要漂泊四方的。娘子说的话听不懂。等你被男人骗上几回就懂了。那娘子被人骗过？是啊，而且被骗得很惨。不过，我也将他骗得很惨。娘子为我。我去！哎呦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回宫，快回宫！朕看你年纪大，好心放你进来做人，可不是让你来吵朕的。陛下息怒，这市井之地你也瞧见了，这鱼龙混杂的，是怕您在这待久了，对您身体有影响。那又如何？朕还想在这住上3天。哎，陛下，你可别吓老奴啊！这市井之地怎能住人呢？你也一起。是啊，过往种种皆成幻影，只有眼下的幸福才是真实的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余生风雨再浓，不知痛，唯愿轻舟一渡暗潮，为尘一素也撑得上美梦。陛下，您只说在这待3日，没说要在这待到过年呀。你可有妻儿？陛下说笑了，老奴一心侍奉明理先帝，哪有空沾上这些？更何况，陛下对老奴笑了，陛下对老奴笑了。你孤家寡人，不陪着朕过年还想干嘛？给朕老实待着。是。瞅一瞅，看一看，猜对了字可以单独拿走。这位公子要不要？看一看，上好的灯笼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位公子要不要看图猜字？猜对了便可将彩灯拿走。这字迹是浮萍吗？这位公子，别看我，纵然你生得俊俏，我也不会对你网开一面的。为何？因为我阿姐说了，欲要有钱，必先断情绝爱。话是有趣，你阿姐叫什么名字？阿姐叫浮萍，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女富商。她竟然跑到这儿来了！你们可是认识我阿姐啊？认识。我与她是故识，这是她当年所赠之物。现在，劳烦你代我转交。可还要我带什么话吗？不必。走一走看。
姐，小草，生意如何？有没有那种玩得忘乎所以，花高价买灯的人？没有，不过倒是等来了你的故人。桃花落，恰似梦纷纷。我抚琴弦，诉一段离分。旧庭院，阿姐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独忆往昔，共良辰。六色心一个被我骗得很惨的人。今天难得热闹，别看这铺子，我们出去逛逛。好，走。曾与谁同上黄昏？盛世纷扰，世事渐如霜，人们有人来问，直到聚散有天。岁月匆匆，天初问，几个人间。